朋友们好，今天我们来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甚至可以说是有点颠覆性的话题。我们都知道，人工智能这波浪潮来得又快又猛，几乎每天都有新的模型、新的应用冒出来，让人眼花缭乱。在这样一种技术爆炸的环境里，很多人可能都在想同一个问题：未来10年，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是更强的算力，是更大的模型，还是更牛的算法？就在大家都在卷技术的时候，全球顶尖的风险投资机构，也就是硅谷的红杉资本，却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答案。他们最近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论断，一个足以改变我们对未来数字经济看法的核心观点。今天我们就来花点时间，深入的、系统的解析一下红杉资本的这个预言。好，大家看屏幕上的这句话，这就是我们今天整个分析的核心和基石。我们来一个字一个字的拆解一下。首先，劳动力变得极度便宜和无限。这句话听起来很夸张，但你想想，它指的其实是数字劳动力，或者说智力劳动力。在过去，写代码、做设计、写文案，这些都需要专业人士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现在呢， AI 可以在几秒钟内生成代码、图片和文章。这种生产力的提升不是几十%，而是几十倍、几百倍。这就意味着实现一个功能的成本正在无限趋近于零。那么，当实现任何功能都变得轻而易举的时候，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出现了：公司的价值还来自于哪里？如果你能做的，你的竞争对手也能用 AI 轻松做到，那你的优势又是什么呢？这就是红杉资本抛出的第二个关键点：品味成为稀缺资源。当做什么不再是难题时，做什么和怎么做就成了决定性的因素。这里的品味就包含了产品设计、美学和价值主张。它说的是你的产品给人的感觉是什么，你的品牌故事是什么，你为用户提供的独特体验是什么。这些由人类的判断力、审美和同理性决定的东西，是 AI 无法轻易复制的。因此，他们从过去的加分项一跃成为了未来的核心竞争力。所以你看啊，我们不能把红杉的这个观点仅仅看作是一个时髦的趋势预测，它其实是在描述一场非常深刻的、根本性的经济结构转变。为了方便理解，我们可以给它起个名字，叫做价值导致。什么意思呢？就是过去我们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和未来我们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可能要发生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这就像一套全新的游戏规则手册。在旧的规则手册里，价值的核心是你能做什么，也就是你的技术实力、你的功能清单。你能实现别人实现不了的功能，你就有护城河。但是在新的规则手册里，当 AI 把所有人的技术能力都拉到一条水平线上的时候，价值的核心就变成了你如何做与为何做。你选择服务什么样的用户，你如何设计产品的每一个细节去打动他们，你通过产品传递的什么样的价值观，而这些问题的答案恰恰就是品味最直接的体现。咱们再把这个价值导致的逻辑说得更直白一点，想象一下旧世界，也就是没有 AI 的时代。一家软件公司想开发一个复杂的财务分析功能，可能需要一个几十人的顶尖工程师团队，花上1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投入数百万美元。这个复杂的功能一旦做出来，它本身就是一道非常高的壁垒，竞争对手很难在短时间内模仿。所以功能本身就等于价值，等于护城河。好，现在我们来到新世界，也就是 AI 时代。一个创业者，甚至可能只是一个产品经理，他可以对着一个先进的代码生成模型说，帮我写一个能做财务分析的工具，需要包含 A、B、C 3个核心功能。可能几个小时后，一个可用的原型就出来了。你看，那个曾经需要耗费巨大人力物力才能跨越的鸿沟，现在被 AI 瞬间填平了。当人人都能轻松构建出强大的东西时，竞争的焦点自然就转移了。重要的不再是你能不能造出这把锤子，而是你选择用这把锤子去造一张精美的椅子，还是一栋坚固的房子。你选择用什么样的木材，你如何设计它的毛笋结构，你如何打磨它的表面，让用户坐上去感受舒适又安心。这些选择，这些决策，就是品味的用武之地。它决定了你的产品是平庸的功能堆积，还是一个能让用户产生情感连接的价值体验。听到这里，你可能会问，好，我理解了这个逻辑，但到底是什么样的底层经济力量在如此迅猛地推动这场巨变呢？为什么那些曾经让科技公司引以为傲的核心资产，也就是各种复杂的功能，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商品化？商品化的意思就是变得像大米白面一样，随处可见，没什么差异，只能拼价格。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得理解红杉资本定义的
我们正在进入的这个新时代，一个丰裕时代。我们来看这张图，它非常形象地展示了过去几十年的技术发展浪潮。你看，它像一个层层叠加的蛋糕，最底层是半导体，它为个人电脑的出现奠定了基础，然后是互联网，它连接了所有的电脑，再然后是移动互联网和云计算，它们把计算能力放进了我们的口袋里。你看，每一波新的技术浪潮都是建立在前面一波的技术基础之上的，它们是层层递进的关系。但是人工智能这一波浪潮，它的性质有根本性的不同。AI 不仅仅是蛋糕上的新的一层，它更像是一个自动化的蛋糕师。它是一种元技术，一种能够自动化智力创造的技术。它可以直接作用于软件开发、内容创造等所有上层建筑。这就导致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它在以惊人的速度加速软件和数字服务的商品化周期。过去一个新功能可能需要好几年才会被普及，现在可能只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周。具体来看，有3个核心的驱动因素，像3台巨大的发动机在推动这场商品化浪潮。第一个就是高性能开源模型的普及。就在几年前，最顶尖的 AI 模型还是像谷歌、OpenAI 这些巨头的独门秘技。但现在呢，我们看到了像 Llama、Mistral， 还有咱们国内的 DeepSeek 这样的高性能开源模型。他们把世界级的 AI 能力开放给了所有人。一个普通的开发者在自己的电脑上就能运行一个非常强大的模型。这就好比过去只有国家队才能拥有的秘密武器，现在满大街都能买到了。第二个因素是 AI 正在变成像水电一样的公共事业。亚马逊的 AWS、谷歌的 Cloud、微软的 Azure， 这些云巨头们都在把 AI 能力打包成简单易用的 API 接口。你不需要自己去训练模型、部署服务器，你只需要调用一下接口，就能获得强大的 AI 能力，按使用量付费，这就极大地降低了使用 AI 的门槛。第三个，也是最关键、最致命的一点，就是智能成本本身正在发生断崖式的下跌。这个数字99%，简直是触目惊心。红杉资本的数据显示，在过去的12到18个月里，也就是1年多一点的时间，运行 AI 模型进行推理的成本下降了整整99%。这是什么概念？我们来打个比方，这就好像去年你开车的油费要1000块钱，今年同样的距离只需要1块钱。你想想看，当一个核心生产要素的成本几乎趋近于0的时候，整个市场的经济逻辑必然会被彻底的颠覆性的改写，所有建立在高昂智能成本之上的商业模式都将面临巨大的冲击。那么前面提到的3个因素，开源普及、AI 及服务、成本暴跌，共同作用下会产生一个非常可怕的后果。红杉把它称为通缩死亡螺旋。这个逻辑链条其实非常清晰，咱们一步步来看。第一步 ，AI 让开发门槛急剧降低。第二步，海量的同质化的竞争者就会像潮水一样涌入市场，导致供应激增。第三步，当供应远远超过需求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必然是惨烈的价格战。第四步，如果你的公司唯一的竞争优势就是功能，那么在价格战中，你唯一的武器就是降价，你降我也降，大家一起降，这就会不断的挤压你的利润空间，最后你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你的收入下降的速度比 AI 帮你降低成本的速度还要快，这就是通缩死亡螺旋，一个专门为那些只懂得堆砌功能、缺乏独特品味的公司准备的陷阱。好了，我们刚才描绘了一幅有点残酷的画面，一个功能被迅速商品化，利润被无情挤压的通缩死亡螺旋。那么出路到底在哪里？难道大家都要在这场价格战里卷到死吗？当然不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当一种资源变得极度充裕时，价值就会自动的、不可逆转的迁移到那些依然稀缺的资源上。在 AI 时代，功能变得充裕，那么什么东西依然稀缺呢？没错，就是我们反复提到的品味。在这个丰裕的时代里，品味不再是锦上添花的东西，它摇身一变，成为了最坚固、最可靠的新护城河。这里我们必须强调一下，
当我们在这里谈论品味的时候，我们必须超越它在日常生活中的含义。我们说的品味，不是说你喜欢喝哪种咖啡或者穿哪个牌子的衣服。在商业世界里，尤其是在 AI 时代的商业世界里，品味不是一个模糊的感觉，它是一个可以被清晰定义、可以被刻意构建的战略资产。它是一种非常综合的能力。它包含了知道市场需要什么，更知道应该放弃什么的战略判断力。它包含了将用户从第一次接触到最终付费的每一个触点都打磨到极致的精心策划的体验。它还包含了能够与用户建立深度情感共鸣和信任的品牌真实性。最后，它还要求你对你所服务的用户和领域有超越常人的深刻的领域洞察力。这四者结合在一起，才是我们所说的能够构建护城河的品味。咱们把这4个维度展开来，用一些大家熟悉的例子来解释，就更清楚了。第一个，战略判断力，最好的例子就是苹果。苹果最厉害的地方，往往不是它做了什么，而是它没做了什么。这么多年，多少人呼吁苹果去做一个便宜的 iPhone， 去做一个开放的系统，但它都拒绝了。这种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定力，就是一种顶级的品味。第二个，精心策划的体验。大家可以想想 Notion 这款笔记软件，它不仅仅是功能的集合，它的每一个模块、每一个交互、每一个模板都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和编排，让你感觉整个工作流程是无缝的、愉悦的。这种整体感就是体验上的品味。第三个，品牌真实性。户外品牌巴塔哥尼亚是绝佳的案例，他们最著名的一个广告是不要买这件夹克，呼吁大家减少消费。这种把环保理念贯彻到骨子里的做法，为他们建立了无与伦比的用户信任和品牌忠诚度。这不是营销，这就是真实。最后，领域洞察力。咱们可以想象一个叫 Podplay 的虚拟产品，它不是一个给所有人用的播客 App， 它专门服务于体育迷这个群体。所以它的功能可能不是最多的，但它有最懂体育迷的功能，比如实时比赛数据同步、主播和听众的互动竞赛等等。这种对特定人群需求的深刻理解，就是一种品味。你看，这4个维度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道 AI 难以逾越的真正的竞争壁垒。既然价值的评判标准变了，那么作为投资人，他们的评估标准自然也要跟着变。红杉就提出了一些非常有趣的新标准。他们说，现在光看收入 revenue 这个数字已经不够了，他们开始关注一种叫做氛围收入 vibe revenue 的东西。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些靠着市场热度、媒体炒作、AI 概念火爆而带来的虚假的、没有用户粘性的收入。这种收入就像泡沫，看起来很美，但一戳就破。所以他们现在更关心的是，你的收入背后有没有清晰的、可持续的利润路径？你的数据飞轮是不是真的在转动？也就是说，用户用的越多，你的产品是不是真的变得越好、越智能？说到底，这些新标准衡量的其实都是同一件事儿。这家公司到底有没有用我们前面说的那种品味，去构建一个真正可持续的、有长期价值的商业模式？好，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还都是基于当前我们所熟悉的软件和应用。但如果说品味在今天的工具时代是重要的，那么在不远的将来，在一个被红杉称为智能体经济的时代里，它将不再只是重要，而是决定生死存亡的关键。让我们把目光放得更远一些，看看 AI 的下一次进化会把我们带向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在未来，我们与软件的交互方式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软件将不再是被动的躺在那儿等待我们去点击、去输入指令的工具，它们会进化成能够主动的、自主的为我们完成任务的代理，也就是智能体 agent。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或无数个24小时待命的、聪明的、不吃疲倦的数字化身。它能理解你的目标，然后自己去规划步骤、调用工具，甚至与其他智能体协作来完成任务。比如，你只需要对你的旅行智能体说，帮我规划一个下个月去东京的5日游，它就会自动帮你订好机票、酒店，规划好行程，买好门票。在这个世界里，无数个这样的智能体彼此协作、交易，形成一个全新的经济生态。这就是红杉预言的智能体经济。当然了，要实现这样一个宏大的愿景，我们还需要攻克几个非常核心的技术和理论难题。首先是持久化身份。
你想想，如果你雇佣了一个私人助理，但他每天都失忆，完全不记得昨天跟你聊了什么，你还敢把重要的任务交给他吗？肯定不敢。所以，智能体必须要有稳定的人格和长期记忆，这样我们才能建立对它的信任。其次是通信协议。当成千上万的智能体需要彼此协作的时候，它们之间必须有一种通用的语言和规则，就像互联网需要 TCP/IP 协议一样。这样，一个订票智能体才能和另一个支付智能体顺利的对话和交易。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信任与安全问题。当智能体拥有了自主决策和行动的能力后，如何确保它们不会被滥用？如何验证一个智能体的身份是真实的？万一出了问题，谁来负责？这些问题甚至可能会催生出一个全新的、专门为智能体经济提供验证、保险和安全服务的产业。一旦我们进入了智能体经济，你就会发现用户体验这个词的含义被彻底改写了。过去我们谈论用户体验，主要是在谈论界面设计，比如按钮放在哪里更好看，流程是不是足够顺畅。但在智能体时代，用户体验的核心变成了你和这个智能体之间的交互品质。它的人格是否稳定讨人喜欢，它执行任务是否可靠值得信赖，它与你沟通的方式是死板的还是风趣的，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所有这些都变成了设计的核心。所以产品设计的重心正在从界面设计历史性的转变为智能体设计，或者说是人格设计、关系设计。而这恰恰是品味的最佳竞技场。而且你千万不要觉得这个未来还很遥远。我们来看这张图表，它的纵轴代表 AI 能够自主完成的任务的长度和复杂性。你可以看到这条曲线正在呈现一个非常陡峭的指数级增长。这意味着 AI 正从只能完成单一简单的指令，飞速地向能够理解和执行复杂多步骤的长期任务进化。这个速度可能比我们大多数人想象的都要快。所以智能体经济不是科幻小说，它就是我们正在加速奔赴的现实。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就用智能体设计的思维去为这个新世界做好准备。好的，在探讨了宏大的未来图景之后，让我们把视线拉回到当下，回到每一个创业者、每一个产品经理、每一个公司都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所有我们前面讨论的这些概念，从功能商品化到品味成为护城河，再到智能体经济的崛起，最终都将汇集到一个非常具体的战略选择上。红杉资本把这个选择称为大分流 The Great Bifurcation。 这个大分流的核心观点是，人工智能的到来并没有创造一个单一的统一的新市场，恰恰相反，它就像一把锋利的刀，正在把整个数字经济干净利落地切割成两个截然不同且规则完全相反的平行世界。你作为一个参与者，必须做出选择，你要进入哪一个世界？这就是摆在你面前的两条路，一个向左，一个向右。向左走是成本竞争之路，在这条路上，你全面拥抱 AI 带来的效率提升。你的目标是用最低的价格提供足够好的产品，去服务最广泛的大众市场。你的主要武器就是价格，你追求的是极致的规模和效率。这条路的成功意味着巨大的用户量和市场份额，但风险也显而易见，你将永远身处在残酷的价格战和利润被不断侵蚀的风险之中。好，现在看另一条路，向右走是品味竞争之路。在这条路上，你刻意避开价格战，专注于为特定的利基市场提供极致的高端的体验。你的武器不再是价格，而是你的品牌、你的设计、你与用户建立的情感连接。这条路的成功意味着极高的用户忠诚度和健康的利润率，但它的风险在于你的市场规模可能相对较小，而且维护一个高端品牌需要付出巨大的心力。你必须选择一边站，因为这两条路的打法、组织架构和企业文化是完全不同的。虽然我们说现在 AI 应用的版图上还有大片的空白地带，充满了机会，但我们回顾过去几十年的科技史，几乎可以得出一个铁律：当底层技术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普及，变成像水电煤一样的基础设施时，商业世界里绝大部分的价值都会从底层向上层迁移，最终汇聚在应用层。也就是说，最有价值的公司往往不是那些开发底层技术的，而是那些能够利用这些技术去解决特定用户群的高价值问题的应用公司。
而在应用层的竞争，当大家用的底层技术都差不多的时候，最终比拼的就是我们今天反复强调的品位的竞争。这可能是今天所有观点里最重要的一句警告。在这场不可避免的大分流当中，最危险的战略定位不是选择走左边的成本之路，也不是选择走右边的品位之路，而是试图停留在中间地带。一个身处中间地带的公司，它的产品既不够便宜，无法在价格上与成本领先者竞争，同时又缺乏足够的品味和独特的体验，无法让用户心甘情愿地支付品牌溢价。这样的公司就像夹心饼干的中间层，最终的命运就是被来自两端的竞争者无情地彻底地挤压掉所有的生存空间。所以在今天这个分析的最后，我们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也留给我自己。在一个人工智能可以让任何功能的实现都变得轻而易举，一个功能无限丰裕的时代里，我们每一个人、每个团队、每个公司都必须直面这个选择。你是选择在成本的红海里进行残酷的竞争，还是选择在品位的高地上去构建那条坚不可摧的真正属于你的护城河？我相信，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将最终决定你和你的事业是否能在未来创造出真正有意义的、持久的价值。